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又是针对昨天的作业进行这个疑难解答，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，问题的话，我就是按照我的昨天给大家点评的这些图片，我还没有删哈，没有删，我大概就是很明显的问题，我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首先还是调一个底色放到这里啊，不管我们画什么花，画深色的花，我们总有一点点这种。总有一两片这个小花瓣也需要用到的，也需要用到这个，总有一两片这个浅色的花瓣上是要用到底色，所以我们每一次还是调一个底色，还是需要调一个底色代用啊，代用。我们这个底色通常是加了3氯，还是加一点点胭脂。花头越画越大，掌控不了。花头越画越大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关系哦，我的花头也会画得很大，也会画很大。你看这个花头多大，看一下，很大。花头画大没事啊，你现在就这样画着。刚开始学画花头都会画大，就是很正常的。就是你现在就画大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的这个颜色调均匀，花型画好。等你熟练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收得住了。以后你可以收得住的。架子不知道咋搭，这个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啊，就是比较统一的问题。但这个问题我们在直播间经常讲啊，讲了好几次搭这个架子。好，我们还是用这个红色来给大家做示范啊，因为用这个颜色给大家示范是大家看得最清楚的。前面这个鹅黄我们还是用啊，鹅黄或者是藤黄都可以啊。我们今天用藤黄也可以。搭架子这个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小问题，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大的问题。而且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前几天都在讲，不会搭的话，我会再重复的讲啊，大家也不用担心。来，这还是这4种颜色：藤黄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啊。用的是藤黄、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，我把它写下来啊。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好，还是这几种颜色啊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、3氯、胭脂。底色我们用到很少，我们就不写底色的，因为都是一样的。
我是搭完架子后就不会填正半了。搭完架子之后不会填正半，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这个就关乎到整个在画的过程中，那这些大问题我们到待会儿解决的这些小问题，我们再来画好不好？这2个问题我记下来了，一个是不会搭架子，一个是搭了架子不会补充这个正半。那待会儿我们再来去解决这些大问题，好不好？怎样破齐了的花瓣？破齐了的花瓣你就加一个花瓣呐。假如说这里是齐的，你在这里加一个花瓣就可以了。如果破齐了，你就再加一个花瓣，这个问题就一句话就可以解决。来，我再试一下。那我这样子随便调一下，它的颜色也很均匀啊，也很均匀。你的颜色是很苍老，我就真的有点搞不懂为什么是很苍老，是你的颜色太深了还是怎样？还是你的颜色不滋润？颜色不滋润，你按照我这样子去调色啊。颜色不滋润有两个原因，要么你的笔上一点底色都没有，然后你去调色的时候又调的不够，又调的不够那个。调的不够饱满，要么你就是颜色没有调到笔肚上去，就没有调到这个笔肚上去，这个笔肚的颜色太白了，笔尖的颜色又深，所以你的颜色很苍老。就是假如说我们这样子调一个颜色啊，这样调一个颜色，那这样子调的话，你到时候干了之后，这个笔尖的颜色这里很深，笔尖这里很深。然后这个地方哈，然后外围的地方又很白，到时候你画完整朵花的时候，你就显得这个花也很干枯，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？像这样子的问题有没有？这样子的问题有没有？因为我刚刚把笔洗了一下，然后我调色的时候没有调很久，就这样随便调了一下，而且只调在笔尖上。这上面的颜色它只是自然的扔上来，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，我看到有很多人是有这样子的情况，有没有？每次都要加底色，不是一笔画完了之后再加底色，把一笔底色画完了，底色你的笔画干了，画不动的时候再去加底色。底色啥画都是加太白、三绿和胭脂，是的，底色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它的颜色和这个白纸不一样，然后让它显得很透亮。基本上都是加这个太白、三绿、胭脂这3种啊，都是这样子。偶尔你特殊的花朵加上一些其他的也可以。有一些特殊的花朵，你想加紫色花朵，你直接加紫色也可以。或者你直接加胭脂也可以，但是通常都是加这个三绿和胭脂啊。胭脂多少？胭脂这个没有说固定的比例啊，你调深一点调浅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只是你呈现出来的这个颜色不一样。你把这个三绿和胭脂放在碟子旁边，慢慢往里加，让它的颜色完全变了之后就可以了。完全它的颜色有点灰，你看一下我的这个色调啊，这个色调现在是很真实的，你再深一点也没关系，你这个三绿再多加一点也没有关系啊，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色调，你可以看着颜色来去加，慢慢往里加，因为很难去量它的这个比例啊。而且画画的话没有那么死板，不用说你一定要按照我这个比例，一定要按照我一模一样的颜色。就是假如说你调色的时候，假如说我这4种颜色在盘子里调，那我把这个玫瑰红调多一点和这个藤黄调多一点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它都没有错呀。画画它就是自由的，不要想的那么严肃啊，就一定要按照我一模一样的。那我把这个藤黄调多一点也可以的，你把这个玫瑰红调多一点也可以，只要它呈现出来颜色不一样，但是它同样的好看就可以了哈。
画的花暗淡无光，暗淡无光，像这样子就暗淡无光哈。暗淡无光也是这个问题。来看一下这一组花瓣，它到时候呈现出来它就是暗淡无光的。这样子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们调色还是不够认真，就是我们的笔上没有底色的情况下，没有底色哈。我现在笔上我把底色洗掉了，但是这个笔根是有一点底色，我只是把笔头洗掉，因为我刚刚调了底色，我把笔头在水里面洗了，但是笔根上还是有一点点啊，笔根还是有一点点。你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调色的时候没有把笔睡在盘子里调，而且你是竖着就这样子用笔尖调了一下，而且你的调的很短时间，就很随意的调了。你看我稍微调长一点时间，它都有点均匀。如果说你画成这样子，你肯定是调的时间是太短了，没有调均匀。那么我们在调色的时候要怎么调哈？我笔肚里面稍微是要有一点点水分的。你调色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现在有4个颜色，第一个颜色胭脂不要用太多，对的，是的，胭脂不要用太多，胭脂用太多它也会这个颜色也不鲜亮。那么现在再看好我正确的调颜色啊。假如说我们盘子里有4种颜色，弄脏颜色，我会把底色弄脏了，颜色怎么？你把底色弄脏了，那你就不要弄脏呀，你不要弄脏啊，你这样子啊，用这个笔根去沾底色啊，沾底色你用笔根轻轻的沾一下呀，啊，那你要小心一点呀。笔尖能不能调色？笔尖要调色呀，笔尖要调色，底色还是一样的哈，基本上笔上是只有一点点底色，我笔尖是已经洗掉了这个底色，笔尖是洗掉底色。好，我们来调色啊。来，首先我们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今天有位家人说看到我的笔只有1/3的地方有颜色，你们看仔细了，不是的哈，它的颜色是由深到浅。为什么你看到只有1/3？深的地方可能在笔尖上，实际上的颜色已经到这里来了。它只是由你这样子调的时候，你笔尖进去调，它的颜色是慢慢晕染上去的，所以它的颜色始终是由深到浅的渐变色啊。第一个颜色只是打一次底，然后我们调第二个这个玫瑰红的时候，你说调到哪里也是一样，可以调到1/2，但是它的颜色不是说把这个颜色整个颜色都调进来啊，不是说把这个1/2都占满这个颜色，那你1/2占满颜色了之后，那的颜色肯定扔到整个笔肚上去了。所以说你的笔的颜色是用笔尖去调，它自然会晕上来啊，自然它会走上来，因为你的笔肚里面是有水分的啊，有水分的自然会走上来。然后你调的时候，这个笔要睡在盘子，要贴笔肚，要紧贴着这个盘子去调色，这样它的颜色才会自然的晕开啊，自然的到上来。不然的话，你颜色一直在笔尖上，你画的这个花瓣就是这样子。笔肚因为笔肚没有颜色，所以这个花瓣的边缘就是白的，然后这里又太深了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整个花瓣整朵花显得就会有点干枯，就没那么好看啊。好，我们继续调颜色，边调的时候这个笔肚要边转动啊。白色整个笔是吗？白色你画深色的时候不用啊，画浅色。假如说这一花瓣，像比如说这一个花瓣啊，这一朵花的花瓣，像你这种画反瓣的时候，你可能笔肚里面可以加一点点底色，像这些啊，里面加一点底色，这些反瓣的时候可能加一点底色啊。这些反瓣看到吗？反瓣是这些稍微浅一点的，笔肚里面是有一点底色。当你再去补充正瓣的时候，你看这些颜色都是很深的，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底色了，我们就加水就可以了。然后到最后这个大花瓣也是需要用底色的，你是看颜色的啊，看颜色的。今天还有一位家人说它的颜色，这个花瓣的这个白是怎么出来的？这个白是怎么出来的？这个白就是你在调色的过程中它自然就会形成呢，因为你调的颜色是由深到浅呢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要调成由深到浅的这种颜色？
你调成的由深到浅，这个笔尖的颜色是最深的，慢慢浅，慢慢浅，你画出来边缘它就是浅色的呀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加一点点这个牡丹红，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颜色调均匀之后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笔肚颜色有没有上来，它不是只在笔尖上哈，它已经到这里来了。浅浅的，看到吗？它的颜色层次由深到浅，它已经到这个笔中间来了，看到吗？不是颜色只在笔尖上啊，颜色已经上来了。那这样子你画出来，它的颜色就是这样子，由深到浅的。这个白自然而出来，这个是你把颜色调均匀，它自然你一画就出来了啊，自然你一笔画出来，那你这样子画出来，推过来点一笔点一笔。那你画这个花瓣，那是不是由深到浅？这个浅色就在这里啊，浅色就在这里自然形成的啊。这个白色不是特意去画的，后面这个浅色不是特意去画的，你只要把颜色调好之后，它自然会形成这种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这种颜色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花瓣和这个花瓣比啊，这个花瓣会显得很滋润，这个花瓣就很滋润，这个花瓣干了之后它就显得有些干枯，因为颜色没有调均匀，这还是不够仔细，所以调色还要够仔细一点。还有一个哈，有一位家人他调色，他整个花都是整个颜色都是深的啊，就是没有深浅变化，像这样子哈，来，那我这现在还有深浅变化，那再调一下。它调的颜色是这样子哈，我这还是有点深浅变化，我怎么随便调它都有深浅变化，但是它们调的全部匀到一起了，完全没有颜色这种变化，没有颜色变化，全部都是一个层次的颜色，都很深。为什么都很深？那还是因为你调色的时候没有调好，因为你把颜色都调成一样的了，你全部把颜色调到笔肚上去，所以你画的时候颜色都是平的，都是一样深。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平，但是稍微还能看得出来，这种颜色的层次。但有一些它就完全看不出颜色层次啊，直接就是怎么我就调不出来了。这个应该可以，我加了一点点水之后啊，加了一点水。那这个水分多了，它更容易啊。像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哈。有一家人是这样子的，那你这样子就是一个水分多了，我刚刚加了一点水，它就成这样子，水分多了。第二个，你的颜色不是由深到浅，我们的颜色是一个个的调。你按照我这样子教你哈，一步步的，你看你先调这个藤黄哈，这个藤黄是不是要调到这个1/2？调了一层之后，你再去调这个玫瑰红，玫瑰红你也是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，让它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啊，不要说一开始就把整个笔肚都调满颜色。那你一开始就把整个笔肚调满颜色，那你的颜色肯定就是都是一样深。然后你再去调这个牡丹红，牡丹红的时候你不要调太高了，你就调到1/3的地方就可以了。然后你想它再深一点，你可以沾一丁点这个胭脂，胭脂只需要沾一丁点就可以了。那你再这样子去画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没有层次？有没有层次？肯定是有层次的嘛。这颜色怎么会没有层次呢？你看你这样子调就有层次啊！你一步步的按照我们你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就一步步的按照我调色的这种步骤啊，一步步的去调，没有说调不成的啊，都可以调成的。你看这个完全就是还是没有认真，还是没有仔细啊！就是你调色的时候水分多了，然后颜色没有一步步的由深到浅啊。是要一步步的由深到浅，让它有这种渐变的颜色啊，过渡，对啊，让它一个个的颜色慢慢的过渡，它的笔上颜色有过渡好了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颜色，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它自然就是有这种颜色这种层次了，好不好？还是一个控水不好，对，还是一个控水不好。控水不好，当你画的这样子水分太大的时候，你可以拿一张纸哈，把水分沾掉一点点。然后你再画的时候，笔上还有水分的情况下，你再继续去补颜色，就不需要再去补水分了啊。笔上还有水分的情况下，还能画得动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每一次都去补水啊。
那还可以继续画嘛，还可以继续画，那继续画还是可以画的。那你水分是不是没有干？没有，还有水分，你还是一样的继续画。那你在画第二层的花瓣的时候，有没有家人是重叠来画啊？重叠来画。那重叠了之后，它这个颜色就会晕开，就没那么好看了。你水分少还好一点，当你水分多的时候，它就会晕开了，就会晕到一片了，就看着这里就很不好了。你要旁边，你要去连接这个花瓣的时候，你要从它的边缘，从这个缺口开始，沿着它的边缘走哈，沿着它的边缘走，不要重叠进去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重叠了哈，不要重叠了。重叠了之后，它这个边缘它就会晕了，就会显得没有那么滋润了，不好看了，好不好？你的笔总干，你的笔干总干，哎呀，你的笔总干，你加水吗？这样加一点水就可以啊，加一点水。总干了，有可能你的颜色没有调均匀，它很快还是要颜色调均匀啊。然后这个侧面的花瓣大家都会画吗？这个问题的话，主要就是这些问题啊，颜色最主要就是这些颜色。你看这个花瓣干了，现在干了，它干了之后，它是不是显得好像没有颜色了？没有颜色了，它就是颜色不够饱满了，底色又调的不够浓，然后调色又没有调均匀，水分又大了，它就画出来就是这样子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你们调色的时候，如果调浅色的，画浅色，你底色稍微的调干一点点，画深色的时候，你颜色要调饱满呐，没有调饱满，调一点点颜色的话，它就显得很干枯了，知道吗？颜色要调饱满，一两笔就干了。一两笔你一个画其实你要画这种一大笔的话，也是一两笔就干了。你看我画了之后，这个毛就已经起来了，毛已经起来了，是不是已经干了？毛都已经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啥时候加水，啥时候加底色。加底色就是你画深色花瓣的，比如说你画这些正瓣深色花瓣的时候，笔上干了你就加水；画这种浅色花瓣的时候，笔上干了你就加底色。笔上不管是加水还是加底色，都是你的笔干了就加哈，笔干了画不动就加哈。